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NDS 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合金弹头7代》，仍然是来自于百合子的投稿。今天是下半期。昨天我说这款游戏是6关，结果发现自己数错了呀，实际上有7关。我之所以说6关，是因为受到了之前的一些作品的影响。但是既然换到了 NDS 的平台，看来游戏的容量也得到了一些扩展。使用的角色仍然是塔玛，载具的专家。但是第5关应该是没有载具能够驾驶的，所以说在本关发挥不出来这个角色的优势。本关的降落伞部分实际上是有难度的，它是一个滑行的机制，在合金弹头之前的系列里边很少出现这样的关卡，所以很多小伙伴可能是不适应，操作不好这样的场景。上半期我还说没见到大 S， 这回大 S 出现了。一上来就开始喷别人啊，可能是被喷得太久了，比较压抑。这个场景也有难度，它是下坡的，敌方站的位置一般都卡在你的攻击盲区，很难处理。上面有一个跳弹，敌方都是机械类的，不是生物类的，所以跳弹意义不大。目前保留的武器，一个是刀刃枪，一个是大 S。这里如果选择保留的话，那就要小手枪来作为主战的武器了。这个场景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，看起来没什么，但是难度很高。所以打起来要步步为营。把大 S 掏了出来，喷了几下。这个武器应该是没必要换，把目前的2种火力都保存好，打 BOSS 就差不多了。游戏选择了高难度，所以说还是给人很强的压迫感。这个场景会遇到大量的飞机还有坦克，武器还省着不能用，所以只能依靠这把小手枪。站在悬崖边缘这个设定从初代就开始有，但是百合子还是做了一个特写的镜头，很皮啊。这里就是 BOSS 战了，这个 BOSS 叫做联合体，它是由3个部分组成的。大家看见的红色的
像按钮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弱点。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弱点。这种天蓝色的子弹可以打爆，但是这个敌人对你的攻击手段不仅包括他发射的这些武器，当他合体的时候，部位闭合的时候，还能把你夹住，这个就太厉害了。严丝合缝，无处可逃。等你想要抽身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要有一个预判。现在带来的武器已经用光了，这下好险，终于是把它打爆了。空中的这个部位不是很好打。第6关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关卡。有开高达的部分，开高达感觉就是另外一个游戏了。有2辆车过来，我其实是不敢这样在车上跳的。虽然可以一边躲子弹，一边对敌人进行攻击，但是万一下面的车突然被你打爆了，你就掉在子弹上了呀。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。这一刀差一点砍到。小手枪用起来真的给人别样的感觉，按动时候的手感、节奏，以及击中敌方之后的这个音效，听起来就特别舒服。所以一款游戏如果想要做好打击感的话，除了画面还有动作的判定之外，音效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年世嘉的 MD 还有超任这2个主机，有些游戏在这2款主机上都有移植版，但是呈现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。很大程度上就是它的音质完全不同导致的。这款游戏出品的时间比较晚，2008年，所以可能这也是很多小伙伴比较陌生的一作。但游戏素质是真心不错的，尤其是它在 PSP 平台的加强版 Double X。不过加强版里的莉安娜太 bug 了，角色的性能过强了，像其他的6个角色黯然失色。而且很多玩家开发出了快速热光锯的技巧，导致很多 BOSS 实际上是被秒杀的。现在面对的这些敌兵就是来自于其他的时空，过来援助现在这个时空的摩根将军。他们的配色以偏蓝色为主，包括发射出来的子弹。应该是为了方便玩家进行区分。跳起来砍人这一下，
普通的士兵是用的匕首，其他时空的士兵是用的手刀，而且带电。这里要进行抉择了，换不换？刀刃枪的攻击力虽然高，但是它有一个弱点，就是攻击的距离太近了。而且本关的 BOSS 是一个载具战，所以保存武器的话，还是要以射程为主，把目前这个版面过了，到了载具战的部分就无所谓了。这个场景也要慢慢的打。如果一次性敌人带出来很多，难度还是非常高的。最怕的就是敌方之间的混成兵种形成了交叉的火力，就非常难躲了。这里的武器也没必要多节省，全部用光。枪也不要了，去开高达了。这个载具真的超级夸张。刚才百合子给了一个特写，让玩家去观察一下机器人的炮台安装在了什么位置。这个位置发射子弹听起来也合理。期待的机器人比加强版要强，加强版本的这个炮台发射出来的是粒状的子弹，像洒水枪一样，它是抛物线的。你如果射得近，没有力道，那是怎么玩都不好用。所以加强版本和期待的原版相比，就是一个肾虚机器人。这个机器人除了它的炮台之外，用拳头也可以打人。另外跳跃之后踩到敌人也是有攻击判定的。不过这里的血量拼得比较狠，到 BOSS 战就只剩下一半了。对面这个机甲叫做叛军巨人，而且是咱们的老熟人艾伦驾驶的。和主人公这台的机甲相比，人家是完全体，咱们这一架是被抛弃的原型机。而且加强版的攻击方式非常多。BOSS 冲撞这一下需要把手臂抬起来才能防御。艾伦勇则勇矣，但是在驾驶载具方面实在是不如塔玛。这里是第7关，也就是最后一关。有小伙伴说，那合金弹头8代是不是要做8关？我觉得大家想多了呀。这已经14年过去了，马上15年了，还看不到希望。手游倒是一直在做呀。大家看飞机发射的这个子弹，本作的加强版上一关的机甲发射的就是这种子弹，但是它的射速还有力道
没有飞机射的这个快。人家打飞机都比他厉害，所以说真的是不行啊。按照国际惯例，最后一关的流程比较长，而且要打2个 BOSS。这架飞机开不了多久了。切换版面自动就下来了，这点真的非常可惜啊！明明这个载具还没坏掉，不让用了。就到了伊文字百太郎，他的气功波也是很强的。这款游戏如果不现实的话，那百太郎能够给你解决很多的麻烦。好多建筑垃圾啊！这里打得很严谨，把垃圾拆光了再往前走。跳跃的地方不太好处理，因为空中是有敌方的飞行兵的。百太郎阵亡了，跳坑没跳过来，有点小可惜啊。刚才咱们也见到特写了，完全是百太郎自己的责任。前边不远就要去打时空之门了，会放出很多被传送过来的敌方的作战单位。按理说，这么高科技的一个设备不应该很抗打。越精密的仪器，或者说越复杂的系统，它就越脆，容不得一点闪失。所谓的如无必要，勿增实体。很多玩合金弹头早期版本的小伙伴，玩本作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，就是因为它加入了人物的特性。还有切换武器的按键，另外你也可以把武器扔出去。你每多一种操作的设定，玩家就需要多一份精力去照顾，变数越多越难掌控。原本只需要开枪、跳跃、扔手雷，现在需要开枪、跳跃、扔手雷，使用特技，切换武器，扔掉不需要的武器，保留特定的武器到特定的版面。所以大家想一下这个复杂程度吧。这里就是想保留武器，而且想保留3种。切换投掷，到位置了。先把电脑拆掉，摩根将军出现了，然后开始召唤。刀刃首先用光了，还剩下喷枪。小手枪打这危险度太高了，非常容易翻车的。上面如果只有一个直升机的话，我是敢这么打的，但是这里有2个呀，太危险了，就为了小 S。
在高难度情况之下，最终 BOSS 的血量非常多。需要强力的武器才能够在限定的时间之内把它开掉。刚才时空之门爆炸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影子，这个影子就是最终 BOSS， 名字叫做黄金挪威海怪。而且把摩根将军吸进去了。这里是最终 BOSS 之前最后一个场景。其实看到手里资源的时候，我是有一点焦虑的，手上一个手雷都没有。喷枪倒是能够解决最终 BOSS 的一些攻击方式，但是除此之外，没有什么别的输出手段了呀。可能最终 BOSS 打的会比较紧张一点。左边那些金币都不要了。时空之门爆炸之后，打的杂兵也变成了摩根将军原来的这些手下。这里如果能再给补10发手雷该多好，但应该是没有机会了。敌人都是混编的，很容易就形成了交叉的火力。给了一个面包，面包坏了之后都长蘑菇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！5秒钟就坏了。最终 BOSS 战。BOSS 的攻击手段很多，但是本关最大的难点我感觉是地形。下面是岩浆，只能够站在这些建筑垃圾上，移动的范围受限，而且你需要跳跃才能到下一块垃圾上，不能走过去。和 BOSS 打架，只要你跳跃了，就等于把自己扔出去了。需要想好。先拆海妖的触手，触手的攻击方式也是不一样的。刚才这一下砸碎了2块垃圾，如果躲得不及时就没了。小 S 留着舍不得用，我这里太勇了呀！因为是第2波的导弹枪的输出。BOSS 剩1条腿了。这还不是 BOSS 的本体，本体的攻击手段更多。保留了2种武器，但是没有手雷。BOSS 不仅可以发射各种武器，而且能够冲撞，
甚至它能够激起岩浆的浪来烫主人公。这个家伙在岩浆里边洗澡啊，真是太嚣张了。终于上来了，时间不是很充裕了，需要快点拆。手里这点武器用光都不一定拆得完，没有手雷实在是太难受了。打掉这种球形的飞行器，还能够打出武器的补给。10秒了 ，BOSS 经常跑到屏幕范围之外，有一点恶心啊！疯狂的输出，这个地方有个坦克开就好了。4秒钟，终于是打完了，不容易啊！时间竟然又倒数了2秒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 NDS 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合金弹头7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百合子的投稿，也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